5年前，为了照顾患上严重手部神经性痉挛的白宁冰，我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正如日中天的陶艺界。纵使圈内所有人都为我惋惜，说我是被一个连泥胚都捏不住的残障女人毁了前途，我也毅然决然地顶着家里的反对娶了她。5年后，工作室的老窑房发生罕见的瓦斯爆燃，火光冲天之际，我拼了命地冲进火海去救白宁冰，她却为了保护一件带有白月光个人风格印记的青瓷花瓶，狠狠将我推向了正在坍塌的燃烧废墟。宁冰，只要你装作手部神经受损，连筷子都拿不稳，方圆那个舔狗肯定会心疼你一辈子，他会甘愿做你的手，替你烧制作品的。好，我都听你的。一段被白宁冰深藏在云盘不可见文件夹里的录音，将我瞬间打入万劫不复的冰窟。原来从始至终，我以为的深情救赎、双向奔赴，都不过是他们精心编织的一场预谋。我看着至今还在我面前双手颤抖，企图把火灾过错全揽在自己身上，替禽兽遮掩的白宁冰，心脏疼得仿佛被钝刀来回割裂。但在我决定彻底离开白宁冰的那天，我却接到了一个无比沙哑的电话：阿元，你别不要我，我的手可以治好的，我只有你了。我大面积烧伤，伴随右侧肋骨骨折，在重症监护室外面的普通病房躺了整整7天。这7天里，白宁冰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我呆呆地看着床头柜上那件他拼死护下来的青瓷花瓶，望着上面那熟悉的冰裂纹走势，只觉得连呼吸都带着浓烈的血腥味。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种风格，毕竟当初是我在国际陶艺大赛上和禽兽激烈角逐了许久，才将白宁冰从他那虚伪的做派中抢回我身边。没等我移开目光，病房的门突然被撞开，白宁冰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他根本没看我缠满绷带的身体，目光像雷达一样瞬间锁定了柜子上的青瓷花瓶，紧皱的眉眼里满是质问：方圆，你为什么让人把花瓶拿到医院来？你知不知道我在废墟里找了多久？白宁冰大口喘着粗气，那双平时据说连端杯水都会痉挛的双手，此刻却无比灵活地扑向花瓶，死死抱在怀里，生怕我抢走分毫。果然是为了这件瓷器，如果不是我的助理小王提前把他带到了医院，他现在恐怕早就捧着这件完美的礼物去参加禽兽的新画廊开业典礼了，哪里会想起来看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丈夫？赶来换药的护士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我冷眼看着他，就在他转身欲走的瞬间，我猛地伸手抓住了花瓶的底座，他居然为了护住那个东西，硬生生连带着我往床下拖拽。哎，你这病人家属怎么回事？他肋骨刚接好，不能用力。护士的尖叫声在病房里回荡。我看着依旧红着眼眶和我较劲的白宁冰，终于自嘲地扯了扯干裂的嘴角，松开了手。他成功护住了花瓶，而我也因为惯性，重重地从病床上摔到了冰冷坚硬的地板上，断骨处传来撕心裂肺的剧痛，但这剧烈的生理疼痛反倒让我心里的那股窒息感减轻了不少。白宁冰抱着花瓶愣在原地，看着地上冷汗涔涔的我，眼神中终于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慌乱。他像是猛然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连忙放下花瓶，伸出那双伪装出微微发抖的手，想要将我扶起，却被我嫌恶的侧身躲开。他的手在半空中僵持了片刻，最终只能尴尬地收了回去。医生闻讯赶来，愤怒地斥责白宁冰不顾病人安危。见他低垂着头，一副手部残疾、柔弱不能自理的可怜模样，医生叹了口气，也只能作罢。方圆，你别闹脾气了，我们就当窑房的事翻篇了好不好？我答应过你，等我手好了，一定会给你亲手捏一个杯子的。他红着眼眶，声音哽咽，滚！不等他把那副委曲求全的戏码演完，我直接抄起一旁的不锈钢水杯，狠狠砸在了他脚边。温水溅了他一身。如今再听到这些连篇的谎话，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白宁冰，你恶不恶心？我们俩在病房里气氛降至冰点时，禽兽却穿着一身高定白色西装，像个胜利者般出现在了门口。他神色得意地看着白宁冰怀里的花瓶，紧接着露出一副夸张的惊讶表情，仿佛刚刚才看到倒在地上的我。哎呀，这不是咱们陶艺界曾经的天才方圆吗？怎么这么多年不见，把自己搞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烧伤这么严重，以后还能玩泥巴吗？门外传来越来越多嘈杂的脚步声，居然是曾经圈内的几个同行，他们大概是来参加禽兽画廊开业的。此刻看到我这副凄惨的模样，眼中满是错愕与唏嘘，这明显是禽兽故意带人来看笑话的。说起来，方圆也真是惨，为了个废了双手的女人，甘愿在幕后做枪手，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听到门外的窃窃私语，我全都明白了。我抬眼看向面色苍白的白宁冰，他正用那双据说残废的手，稳稳当当地将花瓶递给禽兽，那副满怀期待与邀功的眼神，已经昭示了一切，全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子。禽兽接过花瓶，挑衅地抛弄了2下，嘴里不停地吐出奚落我的话语，字字句句都在向所有人宣告，我现在是个连妻子都看不住，连窑火都控制不好的失败者，都给我滚出去！我闭上眼睛，不再看那对让我作呕的男女，直接按响了警报铃，让安保人员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我不希望我一直被这对狗男女当猴耍。当天深夜，我昏昏沉沉地靠在病床上时，手机震动了一下，许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如今已经是顶尖策展人的林初音，忽然给我发来了一段音频文件。音频里是禽兽那低沉又充满蛊惑的笑声，以及我最熟悉不过的白宁冰那娇软温顺的嗓音。宁冰，只要你让他死心塌地地留在你身边替你代工，我就接受你回我身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又那么爱你，你就帮我这个忙好不好？反正你也不亏，方圆那个圣父肯定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做你一辈子的手。好，我答应你。病房里静得可怕，只有心脏监护仪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比在火场里被白宁冰无情推开时还要寒冷刺骨。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泪流满面的。这5年，他因为禽兽的一句话，硬生生装了5年的残废。我看不得他因为无法触碰陶土而落泪，于是我握着他的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拉胚机前替他完成所有作品，将他捧成了身残志坚的天才美女陶艺师。原来从一开始，他红着脸说想和我有个家，就是一场诛心的骗局。出院那天，我回到家，看着客厅墙上挂着的巨大双人合照，照片里的他依偎在我怀里，笑得那么纯真。我冷笑一声，抓起桌上的烟灰缸，狠狠砸向了相框，玻璃碎裂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格外刺耳。白宁冰推门进来，看到这一幕，吓得脸色煞白，但
但他很快又调整好表情，绷着脸，似乎觉得我只是在发泄火灾的后遗症，觉得只要他装作委屈，我还是会像从前那样满心愧疚的跑去哄他。但我只是沉默的坐在满地狼藉中，冷冷的看着他。今天在医院那个真的是误会，我是真的想去看你的。你的伤口还疼吗？他似乎终于忍不住了，眼眶一红，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伸出双手想要像以前那样颤抖着来触碰我的脸颊，手不抖了，不抖就别在我面前演小儿麻痹了。看着反胃，我声音毫无起伏的开口。白凝冰的表情瞬间凝固在了脸上，原本还想继续靠近的身体僵在原地，像是被雷劈了一样。这5年来，我把他当成易碎的瓷器一样捧在手心，哪怕最生气的时候，也从不曾拿他手部残疾的事情说过半句重话，更别提是这样充满恶意的讽刺。这是第一次，一想到我倾尽所有爱了5年的女人，在这5年里无数次和禽兽一起嘲笑我的愚蠢，我只觉得一阵生理性的作呕。我厌烦的别开脸，不再多看他一眼。小王，把城南那个新工作室整理出来，白凝冰这边的所有烂摊子，我全都不管了。老大，你终于想通了，你终于舍得丢下那个吸血鬼了。助理小王在电话那头激动的声音都在发颤，听到我提及禽兽，小王更是恨得牙痒痒。几天后，我重新站在了属于我自己的拉胚机前，看着满架子属于我个人风格的图纸和釉料，我只觉得恍若隔世。原来这5年来，我一心扑在替白凝冰打造人设上，早就把那个曾经惊艳国际陶艺展的方圆忘得干干净净了。我和禽兽师出同门，却互相看不顺眼。我看不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打压刚入门的白凝冰。那年，在他故意让手有救急的白凝冰去搬运沉重的泥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一把夺过泥料，将他护在身后，直到我和他在一起。结婚5年，我都未曾忘记过他当时那双湿漉漉满是崇拜的眼睛。为了那双眼睛，我放弃了自己的巡展，心甘情愿做他的影子。如今看来，那双眼睛里藏着的根本不是爱意，而是算计。想到此处，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可小王相视一笑，不躲了。这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重新回到高强度的创作状态。很累，但灵魂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只是如果不是总能在大楼底下看到白凝冰的话，我的心情会更好一些。你为什么这么多天都不回家？白凝冰眼底满是青黑，形容枯槁，倒像是真的为了我难过一样，焦急地拦住我的去路。我没有理会他，就像以前那些冷眼旁观他的人一样，把他晾在一旁，径直和身边的材料供应商谈笑风生。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试图纠缠我的女人，甚至有人窃窃私语，猜测她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以前我最受不了别人对她指指点点，总会第一时间把她护在怀里，但现在我还是不做那个滑稽的小丑了，没意思。方圆，老同学一起聚聚。还有凝冰。几天后的艺术圈晚宴上，禽兽不知道什么时候端着酒杯凑了过来，用那副令人作呕的戏弄神色看着我。我皱起眉看向旁边的白凝冰，他立刻慌乱地瞪大眼睛，拼命摆手想把自己撇清关系，试图证明不是他找来的禽兽。好啊，我摩挲着手机边缘，看着林初英刚刚发给我的关于禽兽历年作品涉嫌抄袭和代笔的帖证，心底一片冰冷，面色却如常地看着眼前这2个人。禽兽，你那位即将订婚的财阀千金未婚妻也会来吧？周围的同行和媒体记者都围了过来，不少人还带着看好戏的表情。当年为了白凝冰，我和禽兽在圈子里闹得不可开交，大家都当作笑谈。不过当年白凝冰是不是一直暗恋禽兽来着？人群中不知道谁不合时宜地感叹了一句：真是好戏开锣了，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装到什么时候。我看向白凝冰，轻笑出声，我不管他以前喜欢谁，反正我现在不要这个连残疾都要造假的骗子了，一个只会利用别人同情心的寄生虫，谁爱要谁要。此话一出，偌大的宴会厅瞬间鸦雀无声。之前不少人因为我和白凝冰在一起，背地里嘲笑我是扶贫专家和圣父，而白凝冰总是躲在我身后装可怜。现在这场面却完全颠倒了，白凝冰面无血色的僵在原地，面对众人震惊和鄙夷的目光，无助地看向我，我却转头望着禽兽，见他也嫌恶的想要和白凝冰拉开距离，我不由得冷笑连连。不对啊，我记得秦大艺术家对白凝冰也是情根深种啊，要不让你那位未婚妻也听听你们俩当年的密谋，看看白凝冰这些年给你烧制了多少定情信物。此话一出，全场倒吸一口冷气，大家都神情各异地看着这出年度大戏。一旁一直端着架子不作声的财阀千金，此刻也彻底变了脸色。你说什么？禽兽，你和这个残废女人一直不清不楚，那些所谓你亲手烧制的孤品都是她弄的。我嗤笑一声，看着禽兽脸色铁青，直接拿出手机，将那段长达几分钟的录音连接到了宴会厅的蓝牙音响上。方圆，你要干什么？你别想诬陷我，谁不知道你一直嫉妒我的才华，自己娶了个连泥巴都捏不了的废人比不过我，现在就想来泼我脏水。禽兽气急败坏，红着眼咆哮着朝我冲过来，想要抢夺手机。就在他即将揪住我衣领的下一秒，一直呆滞的白凝冰忽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猛地冲上前将我和禽兽一把推开。他双臂大张挡在我面前，死死盯着禽兽，大声吼道：禽兽，你别碰他，全是你逼我的。他吼得声嘶力竭，双手攥紧成拳，哪里还有半点神经痉挛的影子。全场哗然，所有人看向他的眼神从刚才的探究彻底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和鄙夷。我冷漠地拨开他挡在前面的身体，啧了一声，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白凝冰还想转身拉我，但那位财阀千金已经气疯了，走上前狠狠一巴掌扇在白凝冰脸上，直接将他打倒在地。我就说禽兽为什么突然要接手你的那个破工作室，原来是借着艺术的名义养小三啊！你个装残废的贱人还想立牌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嘲讽声。
生。当年她借着我的代工，立着清高脆弱的人设，赢得了不少同情。如今遮羞布被扯下，众人眼中的鄙视几乎要将她淹没，还在这装什么柔弱白莲花呢？真是恶心透顶！我听着周围人的唾骂，看着瘫坐在地上毫无还手之力的白宁冰，压在心头5年的那股恶气总算出了3分。不好意思，各位，看来我来晚了，真是热闹非凡啊！一道清丽的女声打破了混乱，是林初音。我毫不意外地挑眉望向她，对她提供关键证据表示感谢。林初音穿着一袭蓝色休闲短裙装，眼神悲悯又冷酷地扫过地上的白宁冰。作为手握顶级资源的策展人，林初音一出现，风向立刻变了，纷纷有人上前攀谈。方圆，你别生气，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心里只有你，我只爱你一个人，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白宁冰不知从哪来的力气，爬起来死死抱住我的腿，哭得满脸是泪。事到如今，依然是这套苍白无力的说辞。我看着他卑微求饶的模样，只觉得无比可笑。我强忍着心头的麻木，扯起嘴角笑了笑，那是彻底死心后的平静。我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中，用力一点一点掰开他的手指，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白宁冰，再见，不是再也不见。我转身走向大门，白宁冰在身后发出凄厉的哭喊：方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径直走出了宴会厅。大门外，林初音正靠在车门上等我。为了看你这场好戏，我推了一个100万级的跨国会议。老同学，打算怎么谢我？他笑意盈盈地看向我，扬了扬手中的车钥匙。我无奈地摇摇头，坐上了他的车。第2天，我就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寄给了白宁冰，并对外正式宣布工作室搬离这座城市，入驻京市的艺术区。从前为了照顾他所谓的自尊心，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发展，现在甩掉了这个满口谎言的包袱，我犹如猛虎归山。果然不出我所料，失去了我的秘密代工，白宁冰的名声一落千丈，所谓的天才残障逃逸师成了业界最大的笑话。几个月后，我趁着回老城办理一些繁琐手续的间隙，在一个偏僻的陶瓷市场再次看到了白宁冰。他穿着廉价的衣服，手里捧着几件粗糙劣质的陶罐，正在苦苦哀求一家小店的老板收下他的作品。我说句难听的，白小姐，要不是以前有方先生在背后替你捉刀，你那些东西白送我们都不要。你这手艺连学徒都不如，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赶紧走吧！老板毫不留情地将他推开。白宁冰踉跄了一下，手里的陶罐摔在地上，碎成了一地残渣。他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碎片，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和绝望。哎呦，方老师，您怎么有空来这种小地方？老板眼尖，一抬头看到我，立刻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迎了上来。周围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对白宁冰则更是避如蛇蝎。白宁冰猛地转过头，看到我的瞬间，眼睛猛地亮了起来。他不顾满地的碎瓷片，跌跌撞撞地朝我跑来，双手全是泥污和被碎片划破的血痕。方圆，我把给禽兽的东西全砸了，我现在只给你一个人做瓷器。你看，这是你以前最喜欢的款式。他颤抖着举起一个丑陋无比的半成品。以前我确实奢望过他能亲手为我做，哪怕一个最简单的杯子，但现在这迟来的施舍，只让我觉得讽刺。白宁冰，你个贱人，居然敢拉黑我！禽兽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窜了出来，怒气冲冲地指着白宁冰破口大骂。当他看到我也在场时，表情僵硬了一瞬，随即又露出那种死鸭子嘴硬的轻蔑。怎么来看我们笑话？你老婆可是为了我装了5年残废，把你当猴耍。我懒得理会这条丧家之犬。禽兽的代笔丑闻全面爆发，财阀千金退婚，他现在面临巨额违约金，已经彻底破产。我点点头，无所谓的笑了笑，转身欲走。身后的白宁冰却突然发疯般扑向禽兽，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两人瞬间扭打在满地碎瓷片中，引来无数人围观拍照。第2天，假面夫妻双双跌落神坛的新闻登上了艺术圈的头版头条，网友们的唾沫星子几乎要把他们淹没。我在京师看着这出闹剧，内心毫无波澜。老大，恭喜啊！禽兽现在被几家画廊联名起诉诈骗，估计要进去蹲几年了。你这招釜底抽薪真是绝了。小王递给我一杯咖啡，心情大好。然而，疯子的世界是无法用常理推断的。我在京市地下车库遇到走投无路的禽兽时，并没有太过惊讶。他双眼猩红，拿着一把生锈的裁纸刀，刚要冲上来骂我，就被我反手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倒在地。这一巴掌是我当初替白宁冰挡灾受的火伤，现在还你。还没等他爬起来，我又是一脚踹了过去。这一脚是你欠我的5年光阴。禽兽红肿着脸倒在地上，发出不甘的嘶吼，像个疯子一样质问为什么永远都是我压他一头。方圆，我回头看到林初音带着几个保安匆匆赶来，见我安然无恙，他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谁知白宁冰居然也跟来了京市，他像个幽灵一样从阴影里走出来，面色阴郁的盯着我们。白宁冰，你个毒妇，你害惨了我！地上的禽兽发出怒吼，试图把所有怒火发泄到他身上，但白宁冰对他的咒骂置若罔闻，只是一动不动的盯着我。林初音，一定是因为你，方圆才不要我的。他明明说过做我一辈子的手，不会有人比他更爱我了。白宁冰的声音轻飘飘的，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偏执。林初音冷哼一声，直接挡在我身前，隔绝了白宁冰那黏腻的视线。我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就在这时，地上的禽兽突然暴起，手中的裁纸刀直逼我的颈动脉。方圆，我什么都没了，我们一起死吧，这样我就不恨了。千钧一发之际，我强忍着肋骨就伤的拉扯痛感，死死扣住他的手腕。林初音带来的保安迅速扑上，将发疯的禽兽死死按在地上，伴随着凄厉的警笛声，禽兽无力的闭上了眼睛，被押上了警车。你这烂桃花，杀伤力真是一个比一个大。林初音揉了揉眉心，转头看向一直呆立在原地的白宁冰，你前妻这眼神，看着也不像个正常人了，你当心点。我看着白宁冰那如同一潭死水的眼睛，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极度不祥的预感。回去后的半个月里，我的工作室每天都会收到无数个巨大的快递箱，里面全都是沾着血迹、奇形怪状的劣质陶瓷制品。曾经我无比期待的东西，现在只让我感到恶寒。迟来的深情，就像吃了一半才发现的半条虫子一样令人作呕。一个暴雨倾盆的傍晚，我刚打开工作室的门，就看到了在雨中不知道站了多久的白宁冰。是我捏的不好看吗？没关系，方圆，我
可以多做一些送给你。他手里捧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泥胚，神经质的笑着朝我走来。我皱起眉，连伞都没打，直接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泥胚，泥胚掉进水坑，瞬间化为一滩烂泥。白宁冰，你醒醒吧，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只不过是适应不了没人伺候你，替你做枪手的生活而已。你以后烂在哪都跟我没关系。不是的，白宁冰突然崩溃大哭，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用沾满泥浆的手去抓我的裤腿。那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爱你啊？把这些垃圾全带滚，别来骚扰我们老大！呸！恶毒骗子还有脸求原谅？小王拿着扫帚冲出来，将地上的碎瓷片全扫了出去，一把将我拉回室内，重重锁上了大门。门外，白宁冰痛苦的嚎哭声和雨声混杂在一起，凄厉如同鬼魅。我以为这就结束了，谁知第二天，小王脸色煞白的拿着平板电脑冲进我的办公室。老大，那个疯女人，她开直播了。屏幕里，曾经的清冷陶艺女神正坐在一架高速旋转的拉胚机前，她头发凌乱，眼底满是疯狂。直播间里已经涌入了几万人，弹幕上全是污言秽语的谩骂。我知道方圆一定在看，他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如果不这样，他永远都不会来见我。他突然拿起旁边一把锋利的修胚刀，对准了自己那双纤细的手腕。方圆以前最心疼我的手了，如果我不装病他不要我，那如果我真的成了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他是不是就会觉得我可怜，重新回来做我的手了？他一边笑着，一边将刀刃缓缓压向肌肤。对啊，他当初就是那么把我护在身后的，这次也一定可以。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爆炸了，有人喊报警，有人起哄让他赶紧动手，也有人跑到我的社交账号下道德绑架我。我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如果他真的在直播里自残甚至自杀，我这辈子都会被舆论的枷锁死死缠住。我一路狂飙赶到了他的破旧出租屋，一脚踹开大门。白宁冰，你到底想干什么？白宁冰看到我，竟然像个拿到糖果的孩子一样欢呼起来。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断了，他举着那把修胚刀，腰崩似的看着我。方圆，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我气急反笑，走上前，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反手给了他一个极其重大的耳光。啪的一声脆响，修胚刀当啷落地。你觉得靠这种下三滥的直播毁掉自己，就能抹平你骗我5年的事实吗？白宁冰，你和禽兽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疯子，是我当年瞎了眼。我恶狠狠地盯着他，眼中再无半点温度。白宁冰捂着红肿的脸，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起来，死死抓住我的胳膊。不是，我跟禽兽没有关系了，我们才是夫妻，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好不好？拉扯间，他突然俯下身，一口狠狠咬在了自己的手臂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白宁冰，你疯了？你在干什么？他满嘴是血的抬起头，眼神彻底陷入了痴狂，竟然咯咯咯的笑了起来。只要我真的废了，方圆就会回来了，怎么办？如果他真的死在我面前，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方圆，林初英带着急救人员和精神科医生及时赶到，死死按住了还在发疯自残的白宁冰。看着白宁冰被强行注射了镇定剂，绑上担架带走，我靠在门框上，浑身脱力般大口喘息。要不是我一直监控着他的动向，提前报警，你今天就要被这个疯婆子拖下水了。林初英皱着眉头看着我被抓伤的胳膊，随即又释然的笑了。不过好在这颗毒瘤终于彻底拔除了。白宁冰被诊断为重度偏执型精神分裂，被他父母强行送进了封闭式精神病院。京市的空气终于变得无比清新，我躺在工作室的真皮沙发上，阳光洒在身上，心中顿感一片前所未有的安宁。大忙人，今天周末不搞创作，不打算陪陪你的救命恩人吗？林初英端着2杯手冲咖啡走进来，笑盈盈的看着我。我看着她那张明媚的脸，忍不住起了逗弄的心思。你现在这么贴心，当年把那段录音发给我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温柔？她放下咖啡，收敛了笑容，走到我身边，突然俯下身，轻轻吻了一下我的侧脸。想要把暗恋了这么多年的木头抢到手，总得用点雷霆手段吧，不然怎么对得起我这些年在国外吃醋受的苦？侧脸传来的柔软触感让我大脑瞬间宕机，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我像触电一样往后躲了一下，试图掩饰内心的慌乱。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女人这么会打直球？我听着她毫不掩饰的笑声，一时有些懊恼，伸手做事要去捏她的脸。不许笑！林初英的笑声更大了，她也不躲，任由我闹着。清朗的笑声驱散了屋子里最后一丝阴霾，漫长的雨季终于彻底停歇，阳光穿透云层，往后的每一天都将是繁花似锦的好日子。全剧完。